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兴趣相投就来 Soul， 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 Soul APP 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名侦探俱乐部节目同款实景独家原创密室体验，尽在 MCT。大侦探规则升级，奢侈侦探排名榜。本期由代理会长根据游戏结果发放由京东提供的侦探徽章，玩家根据徽章数量进行排位，最终侦探排名前4的玩家将获得本季俱乐部闪耀侦探称号。侦探徽章结算规则如下：单期投凶时，侦探可在2轮各投出1票，共计2票；侦探助理及其余玩家可在第2轮各投出1票。若检举凶手成功，投票正确的玩家各获得1枚徽章。侦探若2轮都投对，则额外获得1枚徽章；若检举凶手失败，则真凶获得6枚徽章。此外，每期将由内投选出1名 MVP 玩家，代理会长可投2票，玩家每人可投1票。MVP 玩家将额外获得1枚徽章。代理会长作为侦探排名发起人，拥有京东侦探徽章的发放权，不参与最终排名。上一集 ，NZND OB 限定演唱会即将举办，彩排之时，却突然传来一声枪响。真监护！众人发现 MG 疗养院的工作人员真监护死在了自己的房间，疑似中枪而亡。经过初步排查，凶手就锁定在住在音乐区的5人之中，他们分别是何美味、吴高音、假跳舞、大主唱张忠宝。何美味的记忆为何出现了偏差？何美男人在何处？娱乐室的电脑里还藏着什么秘密？第一现场到底是不是真的房间？凶手究竟是如何作案的？案件扑朔迷离，等待玩家侦破。经过分析与讨论，各位嫌疑人的杀机依次显露。你觉得吴有可能吗？他的时间线太简单了。他说他吃完饭一直在屋里面没出来，所以我们不知道后面有什么。我觉得何可以先排除，你觉得呢？我也觉得。案发现场到底是不是那个卧室？有没有可能他就直接死在了张的房间里？哦，你就说他找张的时候就已经被张干掉了，是这意思吗？有这种可能，如果不是第一现场的话。我觉得有2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说去过的人稍微修改一下去过的时间，但是结果是不变的。比如说像甲，那他也能修改。好，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就是谁更有可能利用这种方式去杀人。张和甲他们2个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疗养院比较熟悉，这他一定是很迫切的，而且必须要在今天解决。好，那我就投，先投一个再说吧。是甲和张呗，还是50%？就你了，小伙子。那我们就开始我们喜闻乐见的搜身环节吧。茶余饭后之后，果然要搜身了，快搜一搜！我只有一身的清香，啥都没有。没有，走了。快送！别动！别动！你干嘛你？你肯定在这儿。真没有，我怕痒。没有吗？真没有啊？我是真的没有。哎，怎么都没有？我也没有啊。啊？我也没有，我真没有。今天搜身环节这么没有收获吗？我当侦探就这样对我吗？你身上有没有？那我看看我身上。你身上肯定在你身上。真没有啊？那进去吧。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吧。哦，对。假跳舞说他有做一个视频，我们先证明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个视频。
MG 疗养院的密码。 NZND 的出道日 NZND 或者111出道日啊，没有英文，能英文吗？不对，我最难过的一天，密码提示。我最难过的那天，就是你发现他是个坏人，你一直相信他。不是，就是没出道没成功的那天。不是。哦，我知道，那个你太太走的那天。他太太走我难过，你为什么不难过？我太太走，你为什么不难过？做个人吧，你研究的那个机器，你研究的那个机器，很难过。我知道了，你找不到何美男那天。何美男也不是，去甲的房间搜一下。哎，这儿有个手机。哎，叔叔他什么时候确诊的？2059年4月1日，我最难过的一天。2059 4月1。谁确诊的呀？叔叔他是什么时候确诊的？他是什么时候确诊的？所以你最难过的不是你确诊的那一天，不是你确诊的那天。不要问我。何美味，我一边给舅舅剪指甲，一边给他讲我们之前的故事，他看得我很开心，但是不记得我了。以后我每个月都会来的，叔叔你要陪我好好照顾舅舅呀。那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这些事儿呢？2059 0401。哦，开了。哇，你最难过的一天是我舅舅确诊的那一天呢。那我点喽。我是这个团的小妖，我是何美男。然后我今年是18岁，我是这个团的门面担当。我觉得 No 作 No Die 是我们这些所有人的梦。大家好，我们是 No 作 No Die，Why You Try。其实我的梦想已经被毁过一次了，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弟弟们再被毁一次。我没有做过，没有关系，天生天然就是天然萌，多可爱。哥哥，你比我长1岁，这果然是社会经历比较丰富。我也应该谢谢部长。今天是一个抢头条的好机会，是吗？对的。那我也要唱，你们听。如果现在这事儿捅出来，今天晚上演唱会就砸了。犯了错就必须付出代价。我们一生坦坦荡荡做人，认认真真做歌，并没有人相信或者是期待一个艺人或者一个组合10年之后还可以红，还可以开演唱会。这个演唱会纯是一个花钱的一个买卖，但是这是姐姐的心愿，所以我一定要为姐姐完成这个心愿。NZND 红遍大江南北，但是现在我们在榜单上起起伏伏，甚至稍不留心就会跌出前10，这个对我们这件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呢，我也非常努力的在营业，希望可以往上升，包括带动我的兄弟撒维笑一起往上升。我身边这位是我的老搭档了，何美男。何美男，我很喜欢你。哇，我好喜欢你们啊！大家好，我是4000年一遇的何美男。即使你忘记了自己，我们也不会忘记你。忘记了自己。啊，想起来了吗？啊，你忘记自己了？我在张忠宝的那个晾衣杆里面找到了何美男的体检报告。哇，这里面有个啥？哇，眩晕、记忆力减退、判断力下降、阿尔兹海默症。如果回到熟悉的环境和最亲的人干自己最爱的事情，一定会助于恢复记忆的。
失忆症。你不是何美味，你就是何美男。就是他就是何美男。我是何美味，谁确诊的呀？我怎么一点都不记得这些事儿呢？啊，你忘记自己了？阿尔兹海默症。2059年的1月1日，何美男在我的邀请搬来了我们这个开心的大家庭嘛。4月1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老贾，我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不过我现在只是初期。然后呢，他告诉了我他人生中的唯一一个秘密：何美女和萨微笑的他们生下了何美味，然后何美味现在在唐人街是一哥，这也是何美男在人世间最后一个亲人了。他就求我帮他一个忙，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的人，也包括何美味。但是何美男的病越来越严重，开始已经记不起很多的事情了。然后我就跟侦监护商量了一下之后，就决定要把你转到天堂医院里面去。哎，对，还有一个那个就是被拘禁了一样，然后在那儿疯了一样，那个就是在天堂医院的病房里面是吗？对。因为到了6月1号，何美男的病就开始愈发的严重，然后你就嘴里一直会喊何美味的名字，所以呢，我就决定这个事情不能再瞒着何美味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了何美味这件事情。从那个时候开始，何美味就会每周都会来看你。那谁告诉他是何美味的？他得了病之后，他以为自己是何美味。8月份的时候你是昏迷，10月份的时候你会开始说胡言乱语，然后甚至会有一些幻想的症状。就是到10月的时候呢，有一天何美味来看你，然后那时候刚好何美味接到了萨微笑的电话。今天舅舅的情况不太好，又忘记自己是谁了。下午接到了萨微笑的电话，他说自己昏迷了很久，刚刚苏醒。第一时间打给何美男，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他说：“你帮我告诉他，我很想他，万水千山总会再见。”所以萨微笑也依然是在另外一个侦探宇宙，刚刚昏迷了很久，刚刚苏醒。这是11月发生的事情。对，11月11号。这就是在11月的时候，何美男还是知道自己是何美男，但是偶尔会胡言乱语，会幻想自己是何美味。因为我们之前医生对你的进行了一些实验性的治疗，所以你经常会发疯，然后也经常会晕过去，经常会有一些幻想。然后就到12月的时候，因为你的病情实在是太严重了，我们就停止了对你的治疗。但是到了2月份的时候，你出了一场车祸。但很奇怪的是，从你那场车祸醒了之后，你就再也没有记起来何美男的身份了，你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何美味。何美男，他脸居然因为救我而划了一道。我的记忆里面是没有救他，是我自己出的车祸。就是他救了我。所以救你的那个也许是何美味，不是，就是你，因为我不记得了。就你的这个疤并不是车祸留下的，而是你救他的时候留下的。我明白了，车祸留给我的不是这个疤，而是我完全忘记了自己何美男的身份，一心笃定的认为我是何美味。而这个疤其实是我救了你，对，受了伤。所以呢，也就是说，我现在我自己认知当中的所有的事情和我确实的身份和经历的事情是对不上的。对。所以你办这个演出就是为了唤起他的记忆。对的。之后呢，张忠宝就给我提议了这个告别派对嘛。虽然有一方面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私心，但是其实我们俩更多的想法就是为了能够帮你记起你自己的身份。哇，你好感动哦！真的是，今天你是扎斯比亚。哦。哥，你知道你刚才那下有多伤他吗？哪下？我说是不是你没能抽到？人家没记住嘛，对不对？不是，我不知道呀，我连自己都不记得，我还记得他什么呀？那我把我的密码改成你得病那天好不好？那互相这样祝福也不太吉祥吧？互相给弄病的那种。所以我们今天一定会让这场演唱会成功。我现在接受你一定要把音乐会办成的辩解，但是如果有一些极致的情况，你可能觉得要为了保护谁或者怎么样。
要不去大老师的房间看一下吧。看一下。哎，这有个手表。这里为什么会有个手表啊？出现了一个我们看不见脸，但是能看见一个戴夜光手表的人过去，摁了那个按钮，把他杀死了。就是那个夜光表。对，就是哦，说的就是这个夜光嘛，就是有吗？有。哦，是的。是因为你刚才不是说我找到那个传单了吗？上面看到它有夜光表，但是我不能真正的证明他就是杀害你那个对。然后呢，我昨天下午跟他那儿问他，我11号是不是来我们家，什么类似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因为我岁数大了吧，他才35嘛，然后我就跟他推搡，他等于他把我推了，但是他呢表掉在了那个草坪上，然后我就把他表捡回来之后一看，果然是，这就是我真正的那个确定我杀鸡的那个这块表。难过的事情已经听完了，那么总要忘记烦恼。难过的事情总是会发生，但是 no 作 no die 会永存。唱起我们的成名曲。如果我开挖掘机，如果我开挖掘机，你还爱我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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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演出现在正在进行。如果我开挖掘机，你爱我吗？如果我开挖掘机，你还爱我吗？如果我开挖掘机，你还爱我吗？好的，谢谢。我们 NZOB 出道演出圆满成功。对，好嘞，好，也算是完成你愿望了。完成。我一下就想起来我是何美男了。想起来了吧，美男？因为在熟悉的地方和最爱的人。原来是美男啊！先假房间看一眼吧。走。哎，咱们每个房间里边都有这样一幅画。这张画跟这张画，哎，我去看看人监护那张，我去看看那张，一模一样。对，他那个画是从别的房间搬过去的。都掩，所以他从任何一个房间做了案之后，都可以把那个打着那个眼的画放到他屋里。就是说他在别的房间杀了人之后挪过去呗。现在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他当时第一案发现场不在他的房间里面，因为我们很明确的能够感觉到这个一模一样的画是有玄机的。第一案发现场又会在哪儿呢？好，要去何美男这儿了。来吧，看吧。有个小猪头。哎，能录音，播放。我舅舅到底去哪了？何美男环球旅行去了呗？你是不是也给他下药了？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没有证据不要乱说话。你别想骗我，我都知道了。何美男现在到底是死是活？何美男，我看你这辈子都别想等到何美男了。他就把我推出去了。这个是我去找针的时候，
等于我去质疑了他。侦探，怎么了？3D 打印的发货单。产品发货单啊，3D 打印手枪1套，消音器1个，特制子弹1盒2颗，只有2颗子弹啊，只找着1颗，现在哈。手枪和消音器均为3D 打印专用的材料，使用及存放时严禁接触含丙酮溶液。丙酮就是那个 A， 对。在低温条件下接触一定时间后，将全溶解成液体。子弹为特殊材质，杀伤力有限，但近距离射击同样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手枪一次只能安装1发子弹。那手枪其实本身也是会消融的，为什么它没有消融手枪？不是，他不需要消融手枪啊，他必须留下手枪，不然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了呀。他有枪，有枪声，就可以造成那个不在场的证明。他熔掉的是消声器，有道理。哎，侦探，这个房间的画不一样。我们再去看一眼那个子弹吧。好的，走。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门肯定有用的。对啊，是的。就是这个，拿下来看看，很容易摘下来，对不对？它这个柜门是怎么打开的？不是推拉门，对不对？它是这样打开的。正常的人不会这么用的呀。对，他把那个里边挡住了。那看看里面东西有啥变化吗？是不是这里面有什么呢？难道他就是喜欢这种紧凑？不是，他肯定是要挡什么东西啊？这是不是有血？没有啊。如果这个东西磕100块钱，它本来在哪儿呢？它放在这边也不合理啊，这边是个门。原来床在这儿，原来床在这儿，柜子在这儿，合理。试一下，那主要是为了掩盖什么东西吗？对呀，这很空，这个空间很怪。这样对了吧？这对，这是合理的呀。哦，地毯是不是本来应该就在这儿的？地毯本来在这儿。这地毯是把它卷过来的。啊？还有没有什么没找到的？墙上有血吗？哎，还有一点，您说，这个子弹头上面有血，对啊，但是这墙上没血。什么叫墙上没血？他打穿的时候，这面应该带血吗？这面应该带血吗？朋友们，要不要看一下画摘下来之后墙是什么样啊？是的，都摘一下吧。哎，我去看那幅啊。这是谁家？这是张家。我看大佬家。
不是吗？这就是啊，哪儿啊？这不是血印子吗？血还有血呢，这就跟那个子弹的对应的是对的呀，就是他。是啊，一模一样。哎，一模一样，朋友们。这谁家呀？我家。哦，不对不对，在我家干的，那就是。在你家你不昏迷了吗？对呀，我不在这儿，我中间昏迷在外边啊。你看那血是有轨迹的。地毯上，地毯。哎，血。哦，血。哦。他就是在这屋被。这屋是案发现场。他当时就站在这儿，而且他站在这儿，对，然后这样对，嘣。我找到了两个东西。你找到一个什么？这个是那个在真的办公室他的打印机里面有一个他自拍照。这有个手机。这个明显能看到那个床是挪过位置。太棒了！什么？床的位置就是被挪了。你看，它本身床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这是镜像的。咱们摆的还不对。我给它做一个翻转啊，看到没有？他这个画床是这么来的。他这个画是那边那幅画，不对啊，是这匹马。他的画是那匹马，这是这儿的画。娱乐室的吧？他先是跟这个换了。他为什么这么复杂呀？我觉得这一系列都很高能，包括那个柜子为什么会挡住，都好厉害啊！他搬床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地方是玻璃，因为这个地方是玻璃，没有办法表示它可以中弹倒在床上。对，对的。我们还是认真的还原一下他的床的位置。他是转了90度，应该是。他本来家里是这样的呀。对。那画挂到哪儿了？那个画在那儿。这是他家原来的样子。哦。他为什么这么倒一趟呢？他要做一个，因为这个画是有且只有一张啊。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那个我们都必须得是一样的。对，他是真监护，刚好不一样。明白了，因为他如果把这个挂到我家去的话，就穿帮了。对，我们所有的画是一样的，所以呢，他只能做一件事情，是把它放到大家不怎么注意的娱乐室里面。对的，等于是他把我家的那幅画带子弹的放到这儿了之后，假装现场在这儿，然后呢，再把他的这幅画呢挂到娱乐室，再把娱乐室的画挂到我家。没错，这么最近倒腾了这么一圈。就来回这倒是吧？是不是？可以倒去，就是喜欢来回这倒。他不能因为老年人眼睛不好，他就这么猖狂。而且这手脚得多利落，你说这还是个老年人能干这活吗？手脚。那么也就是说，第一现场是在我的房间。没错。那请问这个地毯到底是不是他房间的？但我觉得这个地毯得去第一案发现场。我相信那块地毯不是我家的，因为跟我家的颜色完全不搭。这个是，而且这上面又有血迹，所以这一定是案发现场第一现场的真实的地毯。我来问一下啊，快递是今天中午12点才到的，不然就排除了我们所有人23号才有杀鸡的人，对不对？老贾呢是前天，也就是22号知道了这件事情，他无意当中目睹了某一个阿姨手上有这个红心形状的这个针孔，且在
真的办公室里面找到了他的那个仪器的一些零部件，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于是他就产生了杀机，所以呢，他比别人是多1天的准备时间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因为那当然，我只是说啊，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他是昨天中午就到了这个凶器的话，那我们所有人当时的杀机还没有浮现。对，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但是今天中午到的杀机也有可能撒谎。也有可能，就是或者发现产生杀机的时间点，有可能撒谎。这是吴高音的笔记本，应该是。你为什么默默的能找到这么多东西？你在打野？因为我们一直在说话，然后人家一直在找，一直在干活。对。就是这个是吴高音当年就关于那个火灾的报道嘛，然后真把何美男、假跳舞、吴高音3个人圈出来，然后写了生死关头，你们放弃了我的妈妈，选择先救何美男，难道只是因为我妈妈是无足轻重的人吗？我要让你们感受到妈妈的痛苦。有2张照片，就是当时火灾的时候的照片。这个是当时我在那个剧组里当宣推嘛，我每天就开始记录剧组里发生的事情，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剧组突然间着火了，然后何美男跟一个群众演员一起被压到了一根那个房梁下面啊，我这时候就看见2个人冲进去了，一个是假跳舞，另外一个呢就是好男人，他们俩冲进去了，就先把何美男给救了出来。后来我回来在写这个报道的时候就很纠结，我怕先救谁后救谁的这个东西会干扰大众的这个舆论，然后正好这个剧组也找到了我，就说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因为我已经调查出来了，是因为爆破师喝醉酒了导致了这个事故，是个事故。对，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歌颂那个假跳舞的文章，但是其实这个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是有心结的，所以我就用手写把这个真实的情况还是记录了下来。哦，这个没想到变成了真的这个仇恨在心里。我们还有什么没发现的吗？再好好找找。那拿出来呗，走。小心啊！这是啥？这是不是血呀？是。就这么拽过去流出来了吧？就从这儿拖的。对，就是这样拖过去。这也有，这也有。那就是这条线路啊。就是从这儿过来的，进这个门。哎，这有这，哎呦啊！哎呦啊！啊！这是血，这肯定是血。哎呦喂！用它擦的，擦哪里的血的呢？这是擦。啊！何美男这儿，看看是不是还有。啊，那就是他根本没用地毯搬人，他就直接把人拖过去了。拖过去之后到那屋扔地毯上了，然后他把地毯这儿能擦的擦了一下，然后把那个纸就扔草里了。他就直接把人这么拖过去了。这你们中间谁体力这么好？到了这个年纪。等于这一切都是在1点10分到1点50之间发生的，还得避过1点半大儿去娱乐室，他非常有可能会目击。我更倾向于他是在1点半以前。我觉得这个人利用了何美男，因为何美男，比如说之前去谈判之类的啊，把这个人引到了自己的房间。但至于他怎么引过来的，这个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他是要保护何美男，因为在他的房间他嫌疑很大嘛，但是他又不希望说大家怀疑他是他做的，他要保护他。首先一点，我觉得在我房间这个是随机的。就是他的计划里面，并不是说一定要在我的房间动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的计划是完整的，
不是随机的，没问题，因为他事先采购了3D 打印的一把枪、消音器，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保护我，他都要把这个尸体从他的第1现场搬到第2现场。他搬到第2现场的原因是为了制造不在场证明，不对吧？不。他是为了保护你，因为也是为了保护，因为不在场证明在哪里都可以制造。他就像在你的房间用他的手机照，他就完全可以不用，就是说不用给拖走，不用多这个意思，对，甚至不用拖这个，对，他就是为了保护你是一定要的。就这个人对你有很深的感情，他必须要保护你。那谁会保护你？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突发情况，让他不得不必须要在那个时候，不管在哪都要动手。对。你看他原本的计划，他需要血液凝固剂，对着脖子开枪。我觉得喷射的血迹不是这样的，喷射的血迹应该是散的，散一墙的那个血迹。那我怀疑他用了那个地势剂。对。就说明他的计划还是要挪尸体啊，所以他的计划里面就是一定要在别的一个地方动手呀。但是这瓶儿就没有用过呀，这东西怎么用啊？到底直接喝？你怎么看到它用没用呢？我觉得它没有用，因为如果是用的，应该像 A 一样。那个明显是用过的，它跟其他的试剂都一样高，其他的是一样高。像 A 用过的是空的，这个是就像是满的。1对1吧，你叫谁去？何美男吧，来。比较怀疑谁？情感上，我觉得甲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能力上，我觉得是张。你说能力上指的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张对整个的疗养院比较的熟悉了解，然后因为他是这儿的那个监护。那甲你认可他说的，就是他必须想要在，演唱会之后再做。这就是郭侦探说的事发突然，他没办法，有可能真是去杀我，他为了保护我。他在真动手对我动手的时候，对他动手。那拎一个那个人很重的，不可能，养老院的人是你们中间谁体力这么好？到了这个年纪，刚才其实吴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们这些老人，谁有能力把一个尸体这样拖拽？我们原本为什么说它一定是拖拽尸体要转移，就是因为我们说用到那个血液凝固，但那个东西其实没有用的。这瓶儿就没有用过呀。像 A 用过的是空的，这个是就像是满的。其实我刚才在想，你们有没有注意他曾经提到，他帮助他受伤了多年的妈妈最后结束生命。他用的方式是造成血栓，然后引起他呼吸的衰竭，然后禁止去做尸检。对，就是因为他妈妈不是自然的血栓，那么是用的什么方式？就是 C 和 D 吗？是吧？就是 D， 它是真用来伤害其他老人的他自己原本的一套方案。那么从那后面之后，其实他有了第二套方案，就是 B 试剂跟 C 试剂。先麻痹再致死。是，那么只有 A 试剂是凶手自己计划里面的，他要的就是一个消音器的消失。所以在这个逻辑上面来讲，那个 D 试剂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干扰项，是我们今天这个案件的干扰项。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他定制的这个3D 的手枪，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说明是它的伤害性比较小，它必须很近距离才能够引起伤害，而且呢，从目前他打的这个位置和包括现在流出的血液情况来看，应该不是动脉，就是没有打到动脉，所以没有特别大量的血迹。我倾向于死者当时是受的伤。
他跑回自己的房间，自己回去了，然后体力不支，最后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你比较怀疑谁呢？这么多信息出来了之后，我觉得刚才咱们那个画儿那件事儿啊，真的很奇怪的是在于每个屋都有画儿这个事儿，老头儿之间，就是说谁会知道这个画儿，每个屋一样或者不一样这个细节的这个人会是谁？你觉得会是谁啊？张跟贾呀，他们一个是老板，一个是他们这儿叫监护吧，对。那如果你看见他要杀何，你会保护何吗？那我肯定是要保护他的呀，他是我 no 多 no 带的嘛。因为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我的兄弟贾一定要做的这件事嘛啊。侦探好，你好，你好，你比较怀疑谁？我觉得现在嫌疑最大的只有2个人，无非就是我，跟小张。首先就是我们对这个房子了解，而且我们对药了解，但我说实话，我对试剂没有那么了解，我只知道那个安乐死要用的试剂是哪2个，因为我不懂试剂的嘛，但他是护工嘛，对吧？他对药应该还是非常了解的。我再说一个为什么我能洗脱的嫌疑，就是我为了保护何把真给杀了嘛，但杀了之后我又把他拖到房间里面，就是还是要设闹钟，要为我自己有不在场证据嘛。但我设这个闹钟，我一定不会设2点10分，我可以把时间设到是演唱会结束的那个时间。明白你意思。那我就只有2个月了，那我真的没必要，就是说，那我肯定是为了要唤醒何更加重要一点，这是我为我自己洗脱嫌疑的地方。若云哥，你觉不觉得何美男在机车上面也很奇怪？他最近经常这样，可是我会觉得是有人把他抬过去了。然后那个你想嘛，就那个假设我是那个真，我进来要去找何美男，我要找何美男，结果发现何美男不在，我就要走嘛。我一走的时候一转的时候就这样了。我的意思其实是进门就抵住了，就抵住他。对啊，反正都一个道理。看看那个机车有没有。张忠宝啊，你是啥时候把他背回去的呀？1点50，就是你几点看他的？1点50。1点50看完马上背回去。看完我拍了个视频，然后就把背回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家就是正常的，对不对？那肯定是正常的呀，不然我就发现了呀。就是他怎么来的这儿这个事儿，他来这儿干嘛？我要说一句心里话，就是我刚才有一点点没有讲明白，就是我12点55回到房间，我不是立刻睡着了，就有可能我第一次挪动不是别人把我挪出去的，可能就是我自己默默地走出去了，走到什么地方，然后因为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是，我就挪步思考这些事情，我抬眼一看，哎，眼前好像变了景色，为什么会到摩托车上？有可能不是别人搬的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先确定一下，是他凶手是提前就想好了要在你房间作案呢？不是，一定不是。我觉得是。为什么？因为不然他没必要买止血剂了。我刚才想了一下，所谓的止血剂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干扰项。为什么？你们记不记得真的妈妈是怎么被他害死的？推的安乐死。第一个安乐死的对象，真的妈妈是血栓造成了呼吸衰竭。血栓是什么意思？血液凝固。血液凝固呀，也就是说，在真使用贾跳舞研发的这个安乐死机器之前，他已经杀害过2个老人了，记得吗？发现什么新消息了吗？我觉得有一点是要推翻我之前的想法的啊，大家都是老人，如果真的是拖拽的话，其实除我之外没有人有这个体能。
对吧？这个针对性和锁定性有点太过明显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前面说过这个枪的威力很小，它是中枪之后自己跑回去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死者死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趴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很拧的状态吧，而且我们看到那个床边上是有呼救按钮。所以他为什么会往那儿跑，然后倒在这儿？他有没有可能最后呈现的是一种想呼救但死在呼救按钮前的一种状态？还有就是涛在医讨的时候说的那个，枪口是斜的，枪口是斜的，就是说明他当时的姿势不是特别正。那他在干嘛？我觉得有人被枪指着，他不太可能是埋伏在那儿，然后说：“哎，你跟我走个位。”真会那么乖乖就范吗？他一个年轻力壮的一个年轻人，35岁，一帮老头，你就是因为这个一个枪就能完全就不反抗了，就跟着他走位吗？现在我更倾向于可能是两个人在说着什么事儿，在那个地方讨论，然后一言不合突然掏枪，然后掏了枪之后，你干嘛？然后有一个简单的推搡才打了这么一个。那他为什么要在何的房间里讨论？就当时发生了什么，就一定要在何的房间讲，还是说提前计划好的？我觉得杀人一定是提前计划好的，但是这个地点未必。因为我觉得要满足的条件太多了。我们刚才一直在那推那个埋伏的可能性，越想越觉得不可能。埋伏首先要满足12点45到55听到何跟他对话，然后要把何搞走，然后要想好那个话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不太现实。那如果你看到真会杀何的话，你会保护何吗？会。从环境的了解程度上来讲，毫无疑问会锁到我和甲身上，但是我和甲又有相同的理由，就是我们是这场演唱会的策划者，我们没有任何动机去让这个枪响在演唱会之前。这就是个意外啊，这不在你的计划当中啊。如果是我们两个做的，我们都可以提前把这些布置好，但是闹铃一定会设在演唱会结束，对不对？因为演唱会结束的时候，大家也在一起，也是不在场中。甲有想要演唱会完成的意愿，但是你就意愿相对来说更少一些啊。其实我一样的。何美男对于我来说是除了吴之外第二重要的人。你知道就是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他会有可能好转吗？这个信息，这个主意是我跟甲商量出来的，所以你也知道。对，就他对外说他邀请人的时候说是他想办，但其实我们俩的目的都是为了和。所以你觉得都不是你和甲？你们俩完全没有保护何的动机吗？谁？你跟大。保护何？我当然要保护何啊！我们要演这个呀。我好像还好。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刚才已经盘过那时间线了，从1点10分他从我这出去，然后再到1点50我出来见到你，他只能在1点10分到1点50之间完成这个事儿。但是有一个大的1点半卡在那儿，我一直特别不合理的事儿，我就觉得说他大那个1点半出来是一完全随机的事件，这人怎么就赶得那么好，这那么热闹就没人看见？你的意思是中间有人时间线上撒了谎？对，因为如果说大爷没撒谎，然后又是你干的话，等于说这事儿又是一个糊涂蛋。没有，不是我干的，不能是我干的，因为就很简单。走吧，我们去做。很简单，我再糊涂的话，我不可能做一个我那个不在场时间证明，这是很多荒唐的一件事。我现在觉得是1点半的这个时间点说的太讨巧了。好，现在就到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1、2次集中讨论。这时候再盘不出来凶手的话，那就盘不出来了。对，确实，非常有道理，太有道理了。你讲讲吧。我觉得要不先让那个何美男说一下我那个特别好奇他刚刚说的那个事情。他说什么了？我们不知道真为什么要去找你。
我首先要把我的时间线再跟大家说的完整一点。好，就是我12点45去到真的房间，我跟他进行了刚才你们听到的这个录音里面的那个对话，是你把我舅舅到底怎么样了？然后他说你在说什么？我说你是不是也对他下药了？他就说你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讲话，然后就愤怒的把我推走了。我舅舅到底去哪了？和美男环球旅行去了呗。你是不是也给他下药了？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这个时候呢，我回到房间是12点55，我就非常的焦躁，我就在房间里面踱步，脑海里面闪过了很多关于舅舅的回忆的画面，然后我这个想着想着，我突然一抬头就觉得景色好像变了，这个时候一阵睡意袭来，我就睡着了。我觉得呢，大概率就是我在药物的促使下，就是我溜溜达达的，我可能就出来了。我平时比较多的去的2个地方，一个呢是这个娱乐室，我有时候会来这玩一玩、躺一躺；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门外张忠宝的摩托，我特别爱趴在那上面。怎么就变成一个他的爱好了？为什么真会出现在我的房间？因为当时真跟我说了一句话，说有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讲话。你是不是也给他下药了？没有证据就不要乱说话。但是呢，他一定会在想说，何美男为什么会提到下药？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记不记得是谁翻的我的房间？你翻的我的房间，对不对？对。是不是您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了一瓶药，日久生毒？是的。这是我从真的房间里拿出来的。也就是说，真当他发现自己房间里少了一瓶药的时候，他会不会去我的房间找？哦，对，找那个药。也有可能。于是当他去到我的房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又阴差阳错的自己溜达走了，不在房间，所以我并没有在房间，而凶手这个时候或者为了保护我，或者尾随他，然后在我的房间情急之下对他动手了。这个时候的情急是急什么？你都不在房间的话，他就不急了呀。我也不知道急什么，反正就是动手了。我想问一下张监护，就是你去背何美男进房间的时候是几点到几点？1点50发现他，然后拍了个视频，然后就背他回去了。哎，你为什么要拍那个视频？你为什么要出去？我出我房间门，本来是要奔这儿来嘛，对吧？我要布置房间嘛。但我走到那儿，虽然那个地方是在院外，但是应该也是这条走廊可以一眼望过去的地方。我可以看到有一个人趴在那儿，然后我出去一看，何美男怎么睡在这儿了？于是我就拍个照片把你背回去。我们现在来确定一下凶手作案的时间，好不好？之前说凶手作案的时间是13点10分到14点10分，对吧？但是我觉得13点10分之后，如果你们俩都没有说谎的话，大是1点30分到1点35，就是这个区间你周围都没有看到人，对吧？没有。等于说是不是之前就是之后，那就是1点10分到1点30。或者1点35到1点50，对。你1点半换弦这个事儿是有一个闹钟的，对，我备忘录想的。但为什么一定是1点半换弦呢？我就给自个儿备忘录里定的就是1点半。但是换弦这个事儿，就是演出前面几点来换都行，就是因为弦也不是每天都要换，它不是一个每天都要做的一个事儿，为什么要这么仪式感的定一个1点半换弦呢？那这件事就生问的话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只想说，就是说，因为我就是觉得今天演出是非常隆重的，咱们2点多开始演了，我之前要把弦换好，换到新的。1点半是他定的一个时间，但不见得是一个有意义的时间。对，就是我要在演出之前换弦。但是侦探就是我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咱们卡在前面跟后边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案子特别怪，因为它整个的现场乱作一团，然后中间有一个工工整整的1点半卡在那儿，而这个卡在那儿是凶手无法预知的，他怎么就恰好的避过呢？就是1点半到1点35这个时间段给凶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对。我觉得我能解释得通，1点半到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他就在何的房间动完手了之后，移尸体，然后做后面的那些处理呢，可能是在等大干完了事情回去了之后，开始对尸体进行处理，开始换画，分2波啊。
我真的觉得作案不一定是说一定是在15分钟内或20分钟内是完成的。那你的意思就是前半段他把尸体已经全部挪完了？没有，全部挪完。我的意思就是前半段在杀人，杀完人之后呢，尸体还在何的房间，他很慌张，他现在开始冷静下来，想办法说，因为这跟他原本的计划不一样，但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变回跟他原本计划一样呢？就是搬画和搬尸体。那现在的冲突点就是他受伤之后，他有没有立即跑回房间，对不对？我觉得从目前草地的血液情况，包括我们对枪是一个3D 打印的枪，它的杀伤威力比较小，和凶手打的这个伤口的位置，我更倾向于他的这一枪是他在情急之下打了一个不是特别致命的地方，导致真是自己从我的房间跑回他的房间。为什么他要跑回他的房间？因为他想要求救。他呼救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办法是用床边的呼叫器。但因为凶手当时跟他都在我的房间里，所以他没有办法按到我的床头的那个呼叫器，所以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凶手跟着他来了之后，他没有让真按到呼叫器，所以也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医疗人员听到了他的呼救，然后他趴在床上失血过多身亡。我觉得真一定是不可能跑回去的，他把真的尸体拖回了真自己的房间。我觉得从现场草地的痕迹来讲，他一定是跑回去的，不可能是拖。我觉得从死状上来说，有明显的够呼叫的那个，这个就是说证明他不是被拖的，他有主动性。那是这样的，对呀。我再提一点啊，其实从动机上来看，因为刚才问过吴有没有保护何的这种动机，其实对于他来说不是特别强烈，基本上能产生保护何的这种动机，或者有一定的保护意识，是要在我们3个中间产生。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要满足，就是说我们2个是知道这场演唱会对于何美男不是一个仅仅的回忆。对，不是一个纪念演出而已，而是他恢复记忆的一个希望。对。这是一个治疗方案，而不仅仅是一场 party， 所以这个枪响对于我们俩来说是不能发生在2点10分的。就是这场演唱会其实是何的解药。但是这场演唱会对我意义很大的，因为是我本身刚失去爱人，这是我唯一的兄弟，因为在我没有的时候只有他陪着我。所以等我知道他得了重病之后，我也要把这个演唱会陪他演完。这个我再作证一下，你们可以去看大的房间里面全是我跟他的照片。这对啊，这是我唯一的哥们儿啊。对，就是说这样的话你会有保护他的动机，但是你没有，就是你不会觉得说这场演唱会一定要开不可，因为这是他的遗愿啊。其实我还是对于那个时间线的那个质疑特别强烈，因为我觉得画成这2块特别的不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说换弦这事儿要特地定个备忘录，挺怪的。就是你觉得今天演出了，我去换就完了，就也没有说你得阿兹海默，你为什么要第一个1点半呢？就这个1点半特别刻意，因为我怎么会知道1点多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期间的时候，他会去你的屋呢？那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的了？我现在比较怀疑何，因为他有这个现在跳进跳出的行为举动，所以其实他做一切东西都是合理的，我们也无法判断他说的是不是都属实。比如说他去购买这个枪支的行为，他能不能完成？就说一个很简单，不是我的原因。如果真的是我的话，在我的计划当中，我做了一个2点10分的闹钟，然后最后在这个点的时候，我跟大家不在一块儿，这是很扯。对，就是上一轮排你的那个原因。我提供了一下我的想法啊。首先在我这怀疑的人是小张，我对他几个怀疑的点是因为
首先他是我们这的监工，他应该是对快递啊这些东西最了解的人。对，因为我们平时的日常起居肯定都是他购的，这是我怀疑的他的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是因为那个药水，就是我们这里面说实话大家都不懂药水，唯一懂药水的是小张，因为他是以前在剧场当过跟组医生，所以他对药水也会有了解。然后我怀疑他的作案的手法是这个样子的：1点05到1点10分的时候，那个甄去找了张，因为张提早就知道甄要把他解雇的这件事情嘛，所以他就早就计划好了要把甄给干掉。但是甄来找张的时候，就是给他下死命令，说你必须要走了。本来张是以为有挽留的余地的，但是当他跟甄对话完了之后，他就知道我没有挽留的余地了，我今天必须要把他给干掉。等甄走了之后，他就把枪找了出来，然后开始要准备实施他的计划了。然后呢，当他打开门的时候，正好看到了甄鬼鬼祟祟的进了何的房间，他就肯定也跟了进去。这时候可能是甄刚好找到了那瓶日久生毒，然后呢，甄可能就跟张发生了争执。我觉得张有一个逻辑说不通的是，这个凶手有2点。第一点是，他去何房间那一枪开的是不在计划之中的，对不对？对。然后第二，他做的那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保护何，所以他才会把画呀什么全部换过来，对不对？如果他要保护何的话，他为什么在最后又把何搬回房间呢？那个是案发现场，他如果是凶手的话，他又要保护何的话，他不能把他放进去。但是在他的视角里面，他已经把现场布置成没有嫌疑的地方了，他已经把这个处理干净了。我觉得如果是我做的，我不会认为这个画已经做得天衣无缝了，我把何放回去还是有风险的。凶手在做完这个处理方式之后，他心里一定是知道自己有破绽的，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画的翅膀不一样，包括真的房间不一样，这都是临时的创意。因为作为一个提前的预谋来说，这破绽太大了。他的预谋一定是在真的房间动手。对，就这个是一个亡羊补牢的举动。我在投票之前再说最后一段。因为现在到目前为止，只有2个人承认了今天去过活动室，是对吧？对，一个是大，一个叔，你是1点到1点05吗？对的，不在他死亡之后嘛，对吧？大是1点30到1点35，对，然后1点05到1点10分是真去找的张，就是说凶手作案的时间就是1点10分到1点30或者35到50，有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这俩人有人说谎了。你说还一个人是谁？就是大或者张。如果我们相信大和张有一个人说谎的话，那就投票的时候大家从这2个里面选就对了。如果我们相信他俩都说的是实话的话，就看甲和你还有吴3个人谁能在20分钟里做完这个案，或者15分钟里做完这个案。投票，好，加油！经过刚才大家的讨论，我怀疑的是2个人，一个是张，一个是甲。如果我认定凶手是从何的房间跑到了甄的房间的话，单从张跟甲2个人这样去想的话，那毕竟张年轻一点，张当时是20多岁，那甲是60多岁，可能因为甲有一个闪失，或者是年纪大腿脚慢，他没有追上凶手，这有可能。这一次我要投给甲跳舞。就是你了。我来说一下吧，哈哈。第一个呢，我肯定不是的。就算是我杀掉了甄，但是我也不可能让闹钟在2点10分之前响的，所以我肯定是不是的。反正现在在我心里怀疑的就是张忠宝跟大主唱2个人，你们俩在我眼里都是说实话自己大于演唱会的，自己大于美男的，所以我对你们俩真的很纠结。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大主唱12点30到35那个太真了，不可能是假的，所以在我心里，张忠宝只能是他作案。首先，他是我们护工，他对我们整个场景都非常的了解，他的杀机是最重的，因为他今天如果不杀掉甄的话，他就会失去，甚至就以后都没有杀甄的机会了，所以他今天必须要把甄给杀了。
所以必定是张忠宝，就是你。这一点我还是从2个方向去推理啊。我们都认可这个凶手是有保护何的一个动机，那么保护何的动机集中在大、我还有甲这3个人身上。但其中我提到的就是我和甲是这个演唱会的策划者和发起者，并且只有我们2个知道这个演唱会真正的意义是帮助何美男恢复记忆。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演唱会更加必须进行下去，所以我们没有把枪响放在2点10分的任何动机，这一点上大的可能性是要比我们更高的。另外一点呢，如果今天我们去开演唱会要换一个弦，我觉得1点半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时间，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他在作案，所以我越想越觉得这条时间线可能是在撒谎。所以从动机和从撒谎的可能性和时间线上，我锁定了大。哎呀，太难了，太难了！这2条平行线，到底相交不相交啊？你们，哎呀，今天确实有点难啊。老人家感觉体力有点经受不住考验了。我最后还是觉得，因为只有大和张2个人说他们今天去过公共区域嘛，如果他俩都说真话的话，那难度就太大了。那如果张说谎的话，就是从甲穿梭完之后，从1点05到1点30分，就是前半部分有25分钟。然后大老师去换完弦之后呢，从1点35到14点05，也就是小于30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是有可能的，但是也有难度的。那如果从另外一个角色来看的话，如果大说谎的话，它的时间是相对完整的，它有一个完整的40分钟的作案时间。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性会大一点，然后作案的时间会更充足一点。最后，其实经过我们的对于整个作案过程的还原，然后确定了这个案发现场其实是在何的房间里面，跟何关系比较好的人出于对何的保护，那其实也就是甲、张还有大3个为了何，然后提前了自己的杀人计划的。我认为嫌疑比较大的是投给他。别的我就不说了，说的那些没有用，不是甲跳舞就是张忠宝，所以说现在我要投的是。首先鼓掌，这一案真的不知道怎么投。这4位啊，甲跳舞、吴高音、张忠宝和大主唱，我们可以判断是真为了寻找我为什么会知道下了毒、换了药了这个证据，去到了我的房间，然后呢被凶手撞见，然后呢因为什么事情让凶手突然来了情绪，动了杀机，改变了他原本想要在真的房间里面动手的这个计划。也就是说，真在我的房间里面的什么举动会激怒这4位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我排除了吴高音，真呢有可能是伤害了他爱的这个好男人的这个人。他既不知道有就所谓的安乐死机器这件事情，他其实也不清楚真给他换了药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其实如果是在我的房间看到真做什么事情，他有可能最多的就是问他你对我的男人做了什么，不太可能被激怒。那么这个3个男人都有可能啊，比如说甲看到真在鬼鬼祟祟，他就说你是不是又在偷东西？我的那个机器是不是你偷走了？张是知道药这件事情的时候，来跟真产生争执。那么大呢是知道这个机器的事情，看到鬼鬼祟祟说你在干嘛？所以呢，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有一种不想的预感，请宣布。互联网普法节目《大侦探》第7季第6案，
机智的老年生活中，谁是杀害真监护的真凶呢？首先公布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给老侦探气的，你看看，你弄得我不好意思，必须往前走。这个不孝子实在迈不开步是吗？你不，我觉得凶手一定会挂我1票。获得0票的安全玩家，他是吴高英。谢谢。一个把自己玩没了的，很厉害啊。还有何美男。你好，你好，你好，我差一点就投你。我也是。怎么差那一点呢？投啊倒是你。获得1票的玩家有张忠宝。必定是张忠宝，就是你。是你挂的，我挂的。那你啊，我就说，他都把你故事说那么了，今天莎士比亚上身，整个给你编整本的故事。你那么磕他，你还投他？就是磕他，没办法，磕生磕死，磕生磕死。对。哟，那就这一个啊。剩下的票数集中在大主唱和假跳舞当中。那咱们俩就站前面呗。现在只剩1票了。咱俩站前面了，来。还有7票。还有7票，哇，那不会平票，不会平票。 7票也太多了，大老师，就是你，你就是凶手，大老师，你就是凶手。得生气还行。究竟大主唱与假跳舞谁的票数更多呢？获得票数更多的是我投假吧。我锁定了大。这一次我要投给假跳舞，就是你了。我认为嫌疑比较大的是大主唱，投给他。现在我要投的是假。但是我还是只能投得下去你，是不是你呢，我的大主唱？大主唱，请把大主唱关进笼子。来吧，就这样吧。大主唱究竟是不是本案的凶手呢？ You jump, I jump。有意的，爱意的。哎，冤枉！接下来我宣布，本案检举。成功！成功！如何？我都没往那儿想。最合理且最有作案时间的其实是大，因为他1点半到1点35，在娱乐室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更有可能目击到真去到何的房间，然后临时起意杀害了真，并且制造了这一些计划，然后这个时间点才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大主唱呢，虽然他对今天的演唱会也很有感情。 但是这个感情更多的是他对自己的好朋友假跳舞，这是他临终之前最后一个心愿的一个回馈。他其实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样的意义，所以呢，他虽然也为了保护朋友，他帮我还原了现场，但是呢，他并没有想到2点10分一定不能破坏这个演唱会的进行。 张忠宝呢，其实他可能没有假的对于我的这个记忆恢复的情感这么的浓烈，但是呢，因为他是把我背回去的这个人，那么他应该确保睡着的我在2点10分的时候会出现在大家视野里面，这样才有可能把我保护起来，而不会把我带到所谓的案发现场。在张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我投不下去。 所以呢，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今天虽然觉得大老师玩得非常的好，把他的这个最后的这种凶相消失不见，但是我还是只能投得下去你，是不是你呢，我的大主唱？但是我还是觉得你1点半的那个备忘录是真的，
我没有到1点半时候去，对吧？但是我后来还是确实是拿弦了。那当然，我1点半的时候那个拿弦是有的，因为你们都忘了我这个人，现在我是爱大家，以前我爱的是整容。对。然后为什么我能有那个3D 子弹啊？因为之前我叫做新场工，我有一段，我就是大什么？你忘了吗？啊，你忘了吗？对。然后因为我以前，所以我找了我场工的朋友做了那个3D 的那个。未发现的关键性证据是大主唱房间内剩下的1颗子弹。那你把那子弹藏哪了？多的那颗子弹？你们看我那个电子琴啊，又是那个桶，你给拧下来就能看见第2个子弹。哇，电子琴。哎呀！这子弹怎么还有头啊？因为它没有用。第2个子弹根本没用上，人家就第2个我没地儿扔。录音是场工发给你的？录音倒没有，录音是我在网上下的。那个人是跑过去的还是你拖过去的？他自个儿跑的。真的假的？哎，我告诉你假的干嘛？都时间不早了。他自己跑过去的。就是我说的，他没有打死。咱们不是12点有快递吗？我就等到差不多1点10分，我就从我这儿出来了。路过你的房间的时候，我看见真在你的房间里头一直翻东西，我就怕他要伤害你，所以我就进去赶紧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又要去干害人的勾当？我说你是不是之前我们家花也是你杀死的？不还他就开始打我，我是因为自卫反击，我就掏出那个枪，他一闪就是寸的，直接把他嗓子给打穿了，然后他就捂着嗓子往自个儿屋里跑。我再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跑嘛。再回到他屋的时候，他已经死在床边了。哦，他们等于那个时候没来得及摁那个，对，已经死在那儿了。后边就推的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是将计就计，我既说谎也没说谎，就是这样。你玩的真的，谢谢。我相信每一个投大老师投下去的人都非常非常犹豫，要不是真的这个时间点卡在中间，实在是太难确定了。好，来送上勋章。京都跑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有请侦探助理送上京东为大家提供的侦探徽章，请带领会长何侦探为大家进行徽章结算。大老师今天玩得漂亮，差一点，声音差一点，就差1票呀，就差1票呀。那么我首先侦探有对吧？你第2票投对了，对的，第2票。然后那个我们涛也投对了，我没投对。你也投对了，我也投对了。好，谢谢。其实今天我觉得我有几个感动的瞬间，是在于当知道假跳舞想要实现自己的老伙伴的一些心愿，或者是在守护他的时候，包括在这个养老院里面，其实在我的故事里面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我自己以为我是何美味。我还觉得我说舅舅当年在小的时候有这么一段美好的时光真不错。那事实上我本人就是何美男，我其实在老了之后在疗养院也有一段很美好的时光。所谓这种抱团养老啊，我觉得也是一个现在慢慢的时代的进步，其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这个给我们的一种安全感和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那我觉得当然因为这个疗养院里面出现了一个坏人。那么这个坏人他其实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因为他自己的母亲当年受伤的时候，有人在附近却没有第一时间施救，所以仔细想想看，他其实针对的是在这个案件相关的人。我觉得也不能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就觉得疗养院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对，当然我们一定要疗养院也有这样的天使。对。现在比较多的关注到，比如说孩子有没有受到一些暴力啊，或者说女性有没有受到一些暴力啊。但事实上呢，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老年是不是在一个非常安全和真的是一个健康的健康的一个生活环境。因为有的时候老人，特别是在慢慢的衰退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讲出他自己的到底遭受了什么。所以呢，加大对于养老机构的监护和加大司法打击侵犯老人权利的力度，也是我们要继续呼吁的。好。我今天对小贾这个非常感动，就是说无论多大岁数了，都是这个梦从来没有灭过。就是为了一块能演个出，真的发生的时候会多感动啊！
能有一个朋友，然后有人爱你，是非常幸福和幸运的一件事儿。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先把大从笼子里放出来，我们夜已深，我们最后再唱起我们那首成名曲，好不好？但是之前，我们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合作伙伴了。京东好物来加码，破案神速又潇洒。本节目由首次冠名大侦探的京东独家冠名播出。谢谢。零蔗糖好酸奶，探案更出彩。感谢新一代健康酸奶 AMX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兴趣相投就来搜，探案剧情聊不够。本节目由1亿年轻人的快乐星球搜 APP 赞助播出。谢谢。本节目由探案都爱吃的 M 豆巧克力赞助播出。谢谢。随想五谷好周到，探案再难不烦恼。本节目由银路好周到赞助播出。谢谢。谢谢。这样好不好？我们夜已深，我们完成我们这个小小的心愿，哪怕唱一曲呢，对不对？好，来，出来了。音乐，走一个。如果我开发的意，你还会爱我吗？3、2、1，我开发的你还爱我吗？如果我开发的你爱我吗？如果我开发的你还爱我吗？如果我开发的你爱我吗？如果我开发的你还会爱我吗？如果我开发的你还爱我吗？大白吧真相，欢迎来到大侦探合议庭，我是侦探助理小七七思君。首先要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合议庭的新成员，来自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厅的王丹法官，欢迎您。大家好。那同时也欢迎我们熟悉的老朋友郭慧法官和沈一斐教授，欢迎两位。大家好。大家好。那这一次呢，我们又要围绕着新的案情来和大家展开讨论。然后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呢，其实是和老人有关的。毕竟敬爱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实现老有所养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那接下来的这起案件聚焦的就是关于老年人的相关话题。大侦探合议庭将在探索案件真相的同时，通过对于案件和角色的探讨，为大家进一步科普关于老年人权益保护的相关知识。以案析法，与法同行。合议庭第6案现在开庭。今天的这起案件呢，发生在 MG 疗养院的马栏山分院，而死者就是该疗养院的管理者及监护人甄监护。那根据各位的推理得出，最终的凶手是大主唱，请各位法官正式的对大主唱进行一个定罪。那么大主唱他的行为显然是触犯了刑法第232条的规定，构成故意杀人罪。明白。那我们再看回案件当中这几位当事人，特别是这位甄监护，他其实就像您说的，的确有很多的可恨之处。那我们也看看他的行为，像甄监护的妈妈要求甄监护帮他解脱，和甄监护诱导老人寻求解脱，这两件事情在量刑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吗？那么甄监护啊，他的妈妈求甄监护帮他解脱，甄监护呢进而对他的妈妈注射这个抗凝血剂，导致他妈妈去世。那么这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呢？就是安乐死。但是呢，首先我应当指出的是，安乐死在我国没有合法化，它是一个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属于一个典型的帮助他人自杀的这么一个行为。正如我反复的所强调指出的，任何情况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都是构成犯罪的，都应当按照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来追究刑事责任。那么甄监护在他进入这个疗养院以后，成为了疗养院的管理人之后呢，他把得了绝症的老人当成自己的猎物，等到这些老人生不如死的阶段以后，诱导老人寻求解脱，不仅有违他作为疗养院管理人员的职责，也严重违反了他身为医务工作者的一个职业道德。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应当依法认定他构成故意杀人罪，也应当对他施以最严厉的刑罚制裁。为什么我们今天安乐死在中国还是一个违法行为，没有合法化？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他已经很痛苦了，但是我们在学术里就发现说，一个人能否判断自己生命结束，别人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每个人对生命意义的界定不一样，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为他人去决定他生命的意义，以此在这基础上决定你的生命要终结。因为很多的老年人可能已经处在失智啊或自己不能决策的层面里面，那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滥用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个滥用，那是不是我们这个法律就等一等，等到各种的社会的理念更往前走一走，我们有更好的技术监测？所以安乐死在今天的社会，它依然是有很大争议的一个话题。我们可以去讨论它好或不好，但在法律上，我觉得保守一点还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同时呢，我们再次聊回到这个关于老年人的话题上面来。我国的老龄化问题呢，的确是日趋的严重。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调查和预测，在2018年，我国65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是1.67亿，占比为11.9%。到2035年，老年人口呢将会达到3.26亿，占比为22.8%。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正在成为需要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话题。在2015年到2020年，我国养老机构的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共有养老机构3.8万个，较2019年的增长了10.4%，较2015年底增长了37.2%。养老院、疗养院这类第三方机构在监管上面会有哪些法律的支持呢？关于养老机构的这个监管问题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有大约4条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地方人民政府应该建立养老机构的一个综合监管制度，具体的部门是县以上民政部门来负责养老机构的指导监督管理，向养老机构和个人了解情况，就你这个养老机构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然后这个里面入住的老人是个什么情况。那第二个呢，就是对涉嫌违法的养老机构呢，要现场检查，到你的这个养老机构里边去检查一下啊，到底有什么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查阅或复制有关的合同、票据或账本。第四个呢，就是如果发现养老机构存在危及人身健康或者是生命财产安全风险的这样的情况呢，责令限期改正。如果逾期不改正的呢，就是停业整顿。养老机构如果变更或终止的，就是我这个养老机构不再做了，那原来收住的老人你要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要求这个养老机构和个人在签订养老服务协议的时候要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专门明确养老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方式侵害老年人的这个权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鼓励养老机构投保责任保险，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老人在这个养老机构的生活过程中，确实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一个责任事故的问题。明白。如果我把一个老人送到了养老院里面，其实这个责任主要是由养老院来承担所有的监管责任。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这个做子女的从此再不来看父母，是不是里面也会涉及到问题啊？对，这个就是对于子女的赡养老人的这个义务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规定的更详细啊。把老人送到养老机构，其实只是他带子女承担了一个照护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对于赡养人，主要是这个老年人的子女来讲，它主要是3大方面，一个是经济上的供养，就是你得给钱。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上的照料，因为有时候这个子女确实工作忙，他没法照料，这部分责任由养老机构代替他来行使一部分。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慰藉，也就是说，您说那个还得定期去看，你不能就是一放了之不管了，你要定期去看去。我们常说的常回家看看，入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法律规定的，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子女呢，要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他是要定期去探视。对。在刚刚分析案例过程当中，其实您不止一次的提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国家为了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养而专门立的一部法律嘛。那关于这部法律，能不能给我们再详细的介绍一些，它里面究竟从哪些方面来保障老年人的权利，然后它到底有怎样的内容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所学习和注意到的？它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如果从大的方面呢，这是应该是6大方面。
家庭赡养、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社会优待，还有宜居环境和这个参与社会发展这么几大方面。我想特别介绍的呢，就是这个家庭赡养这一块。家庭赡养，因为我们说居家养老还是为主，虽然说抱团养老也好，机构养老也好，还是比较少的，还是目前老年人绝大多数老年人接受的是一个居家养老。居家养老其实就是自己子女的一个赡养啊，主要是这方面。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呢，有非常详细的规定，你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你儿媳妇有没有赡养公婆的义务呢？法律上是没有一个法定的义务，但是呢，我们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就赡养人的配偶，你要协助赡养人来赡养老人，这是一方面。那再一方面呢，就是如果患病的老人，你要及时去给他就医治疗去。如果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你要进行照护。如果你自己实在没有时间照护，你要委托他人来照顾。那再有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老年人再婚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再婚，我就不养你了。这个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规定，不得以这个限制老年人再婚的这种方式来拒绝履行赡养义务。其实，在我们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对于老年人的监护问题也好，然后以及这些养老机构他们如何去照顾好这些老年人。今天故事里面呢有阿尔兹海默症嘛，这的确是老年人当中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一个疾病。根据中国阿尔兹海默病报告2021显示，2019年中国现存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及其他痴呆患病人数呢为1300多万例。这类老人的养老问题以及老年如何得到照顾、妥善的安置，其实也是让我们非常揪心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也想围绕着这类的方式和大家来讨论一下。老年人来讲，或者甚至像我们这个到中年的人来讲，可能都会有这样担心，说哪一天如果我失忆了哈，我失智了，然后我以后的生活谁来管我？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其实原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规定，然后这次民法典呢又把这个制度呢又扩充了，就是议定监护制度。议定监护制度其实就是给这个老年人一个既依法又依心的这样一个制度。我们在过去常规的操作里都是有子女法定的继承人来做这个决定，对吧？但实际上这个法律是给了一个老年人一个选择。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讲叫议定监护优于法定监护。就如果你自己没有意思表达，法律推定就跟你最亲近的，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它是有顺序的。第一顺序是配偶，如果配偶不在了呢，第二顺序是父母和子女然后呢，剩下是其他的近亲属。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老人他觉得我到时候就让我子女来决定我的这些身后的这些东西，包括我在失智之后的这些安排，甚至是我觉得我最好的朋友他最能体现我的这个意愿，我就跟他来签订这个议定监护协议。要跟大家特别提醒的就是要签订一个书面的，要通过书面的形式来签订，要明确你的这个双方的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要越详细点越好。到时候你失智的时候，这个监护人他就要履行监护职责了。因为议定监护也的确是在民法典中有专门提出以及完善的一个方式，其实也是可以普及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对这方面有所了解。那么比如说对于预防阿尔兹海默症人群如何走失，以及他们在生活当中意外受到一些伤害，该如何去预防，有哪些措施？比如说郭法官，您有哪些建议可以提给大家吗？这个呢，当然首先还是对于这个赡养老人的这些子女啊，或者是这个监护机构啊，还是应当做到注意的义务，尽到看护的这么一个义务。其次呢，我们就是要尽可能的要减少老人的独处。有研究报告证明，老人去世就是因意外去世，最主要的就是在家里摔倒，摔倒以后他就骨折，对，骨折以后很有可能就会丧失了照顾自己的能力。人一旦丧失自理的能力这个机能退化会很快，就再想恢复就很难了。所以说要尽可能的要避免老人独处。第三呢，还是要尽可能的给老人就是给他这个佩戴一些这个特殊的标识，或者说是比如说戴手环，比如说一些比较有特征的衣服臂章这些东西，或者一些电子设备。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老的一天，还是作为子女也好，作为监护人员也好，都要有爱心、耐心，同时要有同理心，就想我们将来也会有那么一天。而且就我本人而言呢，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也有患有这样的病症的，他们有些人就是慢慢的遗忘了很多，就什么都不认识了，每天要问一遍自己的儿女，我是谁，你是谁，我在哪里，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就跟我讲，他们不会忘掉什么呢？不会忘掉自己的爱人。像有个朋友，他的父亲每次走失都说我要去找我爱人，又要去找我妻子，听了我就很感动，就是那句诗，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身患这些病症的老人，我们还真的是要有耐心，也要有爱心。而且我很喜欢郭法官讲的这个爱的这个概念啊，因为我们做家庭教育里是真的发现这个爱就是可以传递的。我跟很多我们中年朋友讲，就说其实我们怎么教育孩子，将来怎么对我们，其实就看我们怎么对待老人。我们现在强调家风的建设，其实就是一个爱的传承。我是怎么对上一辈的，我的孩子也会学说哦，原来我们对于老去的人，我们是要有这样的同理心的，我们是要这么去照顾他的。这其实对我们自己未来也是一种好的投资，爱的投资，不是经济的投资，是一种爱的投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讲，还是很重要的。对，就像您说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在照顾老人，我们只是在照顾未来会老去的自己，用同样的方式。今天的案件呢，到此也要结束了。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老年人真正的吃不愁、病不忧，并且呢，不要感到孤独，乐有伴儿。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关注和努力，才能够促成这个美好的社会。再次谢谢各位，同时也感谢各位老师的分享，谢谢大家。本期的大侦探合议庭就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再见。大侦探7联合最高人民法院、微博共同发起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主题活动，诚邀网友一起分享、讨论节目中的法律知识以及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推动全民普法教育。活动规则：上微博带话题“大侦探全民普法课堂”，大侦探发布相关视频、图片、文字，分享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法律常识，或观看大侦探合议庭特别节目的观后感，即为成功参与。我觉得特别沉重，因为我们在那个中间那趴在说各自经历的时候，其实说的是别人，但是其实我们内心之中都会告诉自己也会来到这一天，你的伴侣、你爱的人和你自己都会面临疾病啊，或者是什么呢？然后你终究会离开的。然后但是你面对离开的时候，有人比你先走，或者类似的，你就会觉得我不愿意接受这件事，不能想啊。作为我这个角色来说，它天然可能是一种年轻人状态与老人之间的一个交流的桥梁吧。然后，我也希望现实中的年长者与年少者都能有这种，如同一家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所有人也扮上了老年妆，然后我们也一起感受到了长辈们他们的焦虑，然后他们面对的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是蛮深刻的，然后也蛮有意义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在这一个案件中，然后体会到的和抒发的都很好。很多的时候看到一些信件啊，看到一些真情实感的时候，还是很感动的。然后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看完这个案件之余，然后可以给自己身边的这些长辈们多一些温暖和关爱。其实我现在想看，应该是跟这个差不多的，找一群自己的好朋友，然后可能不去养老院吧，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去养老院，我们就到一个就可能偏僻点的地方，可能海边啊什么的，就定居下来这样子。我其实今天就挺有感触，因为我经常跟我周围的一群朋友说，我说我们老了我们就一起去养老院。然后其实这个现在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嘛，就是这个跟你有没有家庭、有没有子女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子女有子女的生活。那作为你周围的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去养老院，一起玩啊，然后一起互相关心呢，这个也挺好的。
当把自己带入到一个所谓的孤寡老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当中，你会发现，在你到了那个年龄之后，其实可能你会把曾经自己看重的一些东西会看得不那么重，多年以来积累的情谊，或者说是在你年轻的时候这些留下烙印的记忆，可能对你来说是更重要的。我觉得，我最感动的还是他们为了一个友谊，然后为了一个一日限定的一个演唱会，大家聚在一起，再重新又去练习，重新又去燃起青春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一案呢，其实更多的是感动，然后也有一些青春的追忆吧。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大侦探官微，查收节目超多高能瞬间。上微博搜索节目大侦探话题页，参与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新社，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新闻客户端合作一点资讯、Zaker、澎湃新闻。案情看不够，上 QQ 阅读探索更多悬疑小说。感谢特别合作探探、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达达快送、智行、百度网盘、网易有道词典、虎牙直播、YY 直播、智联招聘。感谢媒体支持：中新网、凤凰网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中国青年网、北青网、国际在线、新闻网、中国娱乐网、360娱乐、猫扑娱乐红榜、华声在线、新浪湖南、腾讯大疆网、大众网、亚洲娱乐网。或出自爱呢，通往深渊的线索，屠龙的高手变作恶龙，难道只是传说？世界本